男嘉宾小曾28岁，来自重庆，公司职员；女嘉宾小许27岁，来自重庆，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是女生要来的？对，我要来的。来逼婚的？对，逼婚，明年我就想结婚了，我等不了了。呵，你什么态度啊？我打算是后年。你们俩谈恋爱多久啊？我们俩在一起3年了。谁追的谁啊？可以说是我追的他。3年前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聊了一段时间，觉得双方的感觉还不错。然后有那么一个机会，他本来是在一家康复机构做特教老师，教那些自闭症的儿童。哎呦，这个不容易啊，厉害了。我就觉得特别有爱心，以后肯定对自己的孩子也特别好啊，我就对他非常有好感。然后那时候他刚好想辞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表现的机会嘛，然后我就去帮他搬家，帮他找了房子，是这样认识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去成都工作了3个月，然后因为成都那边的机构的一个教学模式不是特别适合我，然后我又准备辞职了，然后他知道之后就去成都接我，然后带我在成都玩了几天，给我表白了，我也答应了。后来他带我回重庆见了他父母，然后暂且在他家借宿了小半年。这个借宿我怎么理解啊？我们是1人1间房睡的嘛。行，那就这叫借宿是吧？对。然后呢？刚开始吧，我跟他父母处的还是挺好的，除了每个月他给他爸妈1000块钱生活费。那我也不是因为他来了我才交生活费的，是我从我工作开始，我都一直有交1000块钱给我爸妈。不，这没啥毛病啊。但是除了交了1000块钱生活费，你还把自己的几万块钱存款给你爸买车了。家里需要买车，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不可能让我爸妈去借钱吧。但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几万块钱是你结婚用的。那时候我没想结婚吗？那时候没想结婚。而且你工作本来也不稳定啊，你工资又不高。你存这几万块钱，你肯定以后也要用的很多呀，比如生孩子啊，各方面的。哎呀，姑娘，这事儿你想多了吧？我就觉得他心里面就只有父母。不是，这为什么只有父母呢？你一个月就挣1000块钱吗？就3、4千块钱。对，那剩下的钱都给谁花了呢？差不多我俩吧。对呀，不是也有你吗？你花的比你的父母还多呢。你在这个期间你工作吗？工作。那你就把你的钱存起来呗。我这钱都看病了，就是刚开始跟他父母相处的挺好的吧，直到有件事情之后，他爸妈对我就开始有意见了。那次也是我陪他去医院做检查嘛，然后检查的结果落在了车里。什么结果？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它只是影响生育，但并不是不育。他爸妈就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生孩子，但是这件事情在我跟他交往之前我就告诉过他。对，我一直是知道的，然后我也给他说过我不介意这个。但是你不介意并不代表你爸妈不介意啊。更让我伤心的是，他妈妈私下直接让我们俩分了，然后我结婚后不会给1分彩礼钱，而且我什么时候怀孕了就什么时候给我办酒席。他还问我跟他出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花他的钱。听了这话吧，我就感觉特别的不是滋味，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的难受，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养我也挺不容易的，他也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但是他妈妈对我说那些话，我觉得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他妈等于给你画了2条路是吧？第一条路是分手，对吧？对。第2条路，如果你想嫁给我儿子的话，没有彩礼，不怀孕，不办酒席，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这事儿我也知道，然后私下我给我妈说的，她这个身体虽然说不好，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怀孕的。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算我们俩没有孩子，我觉得我跟她的感情很好，也可以走下去，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我是这样给我妈说的。而且我们出去玩，一般也是我订机票嘛，然后她出酒店的钱，然后我也是实话实说给我妈讲的，并没有说她的坏话。就为这经济问题和病的问题，等于跟他父母闹得很不愉快，是吗？对，后来他实在跟我爸妈处得很不愉快，我们就搬出去住了。那就表明立场了吗？他挺你啊。搬出去刚开始我们过得还算可以，哎呀，但是后来呢？后来我就发现他对我不上心了。怎么个不上心法呀？就是去年1月份，我拔过一颗智齿，这可能是导致了一些隐患，软组织受损嘛，然后我就让他陪我去医院看一下，他死活都不愿意。我怎么不关心呢？我记得那么多年的事情，我还写了一个备忘录，专门记着他那些特别的习惯。你还有备忘录是吧？带来没有？对，
带来了。来，给我们看看。就他吃的忌口的特别时间、表白时间、他的生日，这你都记不下来，还需要记在这儿啊？随时提醒自己嘛，别忘了。饮食注意事项：不能吃海鲜。哎呀，来我们天津不能吃海鲜，你说说看。少吃谷物。生活注意事项：最迟10点，早上怕冷风。哇，对啊，我感觉帮助的饮食。他穿衣服穿的特别多嘛。怎么还有胰岛素呢？就因为多囊会胰岛素抵抗啊，然后所以说要特别注意胰岛素。你列的单子啊？对，还可以啊，怎么不上心啊？有一次他朋友请他吃饭，他让我跟他一起去。到了那里，他朋友提早就点好了一大桌子菜，全是辣的，一样我都不能吃啊。咋了？然后我筷子都没动一下。是他点的还是他朋友点的？他朋友点的。是你们俩一起去的还是他先去的？我们俩一起去的。那就行了吗？那跟他有啥关系啊，姑娘？朋友点的吗？对啊，然后他在桌上拉着一张脸，特别不给我面子，我觉得很生气当时。但是我看他一直在饿着，也不是办法，我就很快吃完了，就带他去吃别的东西了。但是你不知道再叫一份我能吃的吗？那是朋友请客，又不是我做主的。但是我已经忌口3年了，作为一个重庆人，我不能吃大锅是什么滋味？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这也是我自己没办法呀。我也想自己控制饮食好一点啊。我能理解你，我就坐在那看着你吃香的喝辣的，肚子还饿着了，我胃还不好了。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为了你迁就吧？行，这是不在意，还有别的吗，姑娘？直到这件事情后吧，我就跟他朋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啊！但是后面有件事情让我彻底跟他朋友断绝了来往。啊？为啥？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嘛，然后有一次他朋友在群里面聊天，提到就是以后他会不会向我求婚，然后一个女生就在群里面说了一句。还求什么婚啊？都已经见过父母了。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就特别的不舒服。有啥不舒服的呢？我觉得我自己是需要他管吗？而且一个女孩子肯定都希望以后有一场完美的求婚仪式啊。我觉得他多管闲事了。啊，对，然后他就叫我朋友滚，他直接在微信群里怼回去，叫我朋友滚了。然后我当时正在上班，也没有仔细看他们为什么争吵，我只想他们别吵下去了，我就把他移出群了。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移出群啊？我就问你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可以自己私下跟我说吗？这样太不给我面子了，你知道吗？那我只是想你和我朋友处好关系啊。我需要跟他们处理好关系吗？他们本来就不待见我，也对我有意见。那些都是我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好好相处啊。我为什么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们真正理解我吗？也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是，这个好，你到了重庆之后，全世界与你为敌啊，姑娘，是吧？也不是这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吧，有的时候他就是对我不上心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病，然后他太敏感了。生病也不是我愿意的啊。他没说你生病有什么，他说你现在的这种表现可能跟身体有关系，是这意思吧？对。啊，他是理解你的意思，这不是跟他朋友的事儿吗？他呢？他关心你吗？平常的话，我需要什么东西，他也会给我买。啊，这不是关心吗？当时我身体哪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让他陪我去一下医院，他死活都不愿意啊！我就觉得他也嫌弃我了呀，跟他爸妈一样。怎么不愿意啊？他去年去了10几次医院啊，我都陪他去了。就每个月去1次嘛，你都去了吗？有那么多次吗？6次中医院，4次西医院，3次口腔医院，然后在楼下诊所连续去了1周。我每周就休息1天，其他时间都工作，然后我就休息1天，还要陪他去医院。哎呀，那你基本上1半的休息日没了。对，我就觉得让他自己去吧，不可能我随时都有时间啊。而且我也需要我的朋友圈啊，我的社交圈。我问个问题啊，为什么他那些注意事项你都用注意事项给打出来了？而你陪他看了多少次中医，多少次西医，多少次牙医，你都没记，怎么都在心里呢，兄弟？因为我心里其实还是介意的，但是我还是陪他去了。哦，去医院我也是因为想对症下药。不，这有什么关联吗？而且我这1年多囊也控制得挺好的，每天我也坚持锻炼身体，然后饮食方面也很注意。我也希望这样的好的状态能一直维持下去。不是对啊，那不挺好吗？怎么又今天来这儿又要逼婚呢？但是他爸妈不同意啊，对我还是有很大的意见。行，咱们推心置腹的换一个方式啊，正好把你们这点事儿给梳理了。突然有一天，你带了一个男孩去你们家，说爸妈，这是我的男朋友，要到家里寄宿。爸妈说那怎么办呢？闺女儿就寄宿吧。然后发现问题了，哎，你每个月给你们家人1000块钱，到底为什么呢？怎么不为我们的未来考虑呢？
后来你爸要买车，你又把你所有的存款给了你爸了，他又会觉得，哎，你怎么还是不为我们未来考虑呢？再后来，发现他生病了，你父母跟他有意见，然后你跟他一起搬出来了。咱们推心置腹的换个角色，你觉得你难做吗？如果我爱他的话，不难。怎么不难呢？我觉得我如果真心，那你如果你爱他的话，你能不能跟你爸妈说，你说这臭小子为我做的其实挺多的，而且就是我想嫁给他，能不能你们不要彩礼了，我也不要婚礼了，你都不用说服你爸妈，你能说服你自己吗？能。不用求婚，不用婚礼，不用彩礼，人家就要嫁，娶不娶？我觉得娶不娶？后年娶吧。为什么后年啊？我觉得现在跟我结婚，我什么都没有，没有物质。我不要那些东西，我怕他跟着我太委屈了。我不怕委屈，是吧，姑娘？我不怕委屈。对，你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不要吧？是不要吧？我跟他哎，对他不要，哎，娶不娶？只要他爸妈没意见。没意见。其实特简单，为什么是后年？你自己说，把心里话说出来。为什么是后年吗？什么条件不具备吗？我就觉得现在没有钱，说实话。就真的是经济储备是吧？对。啊，行了，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了，后年娶你，这行了吧？不行。这也还不行，为什么？我就想明年结婚，因为我觉得我明年都28了。而且多囊对于我来说，30岁之前是最好的备孕时期。过了明年也不等了，是这意思吧？对。听明白了啊？明年咋办？但我们俩什么都没有，我觉得结婚了也会无尽的争吵。哎，所以一个是真想逼着嫁，一个未必是真想娶。你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拆解这团乱麻，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说明年要嫁。你说因为没有钱，你要后年才娶，这1年你怎么可能转变你目前的状况和经济实力呢？你自己思考。我先跟他聊一下，在群里面他的朋友们说啊，还求什么婚啊，都已经见过父母了，你骂人家滚，对吧？你觉得他说的特别难听，对吗？对。如果是我会说的更难听。都住到人家家里了，还求什么婚啊？而且还不是他自己单独租的房子，是住在他爸爸妈妈家。如果我是婆婆，我也会这样想，不矜持，我会天然的认为你就是花我儿子的钱。第二点，人家自己挣的钱给自己爸爸花，家里添置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俩领证了吗？没有。领了证以后才叫夫妻共同财产。没领证之前的都叫婚前财产，孝敬父母天经地义。第三，出去吃饭的时候满桌子都是辣椒，你过敏，你就说我吃不了这个，给我点一蛋炒饭，不就完了吗？你说你跟他较什么劲？就你一直在跟自己拧巴，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情你不去消化，不去处理，不去面对，然后跟自己拧巴完了以后把这个东西拧巴给他，这是你个人的问题。现在我来解决他为什么不娶你这件事情。来，你想好了吗？你后年怎么赚这个钱？我就觉得1年存个2、3万，然后你们俩认识3年了，3年的时间不结婚，哪吒都生出来了。后年就是再3年，后年是他30岁的那一年。他刚才跟我们讲说，他的身体状况最适合备孕的时间是30岁之前，你熬到他30岁。你妈妈不就是说了吗？如果他能够生孩子，那你们就办婚礼，你们就结婚；如果不能生，就不会给你们这样的仪式。你就是在听你爸妈的话。你给我说实话，今天是不是这样？对。什么经济条件？对。那你就告诉他。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情侣也好，夫妻也好，我们都是有缺点的，可能是身体上的一些缺点，可能是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可能是经济上的、事业上的、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没关系，人都有缺点，人无完人。我们要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要和接受我们缺点的人、包容我们缺点的人、共同成长的人在一起。很显然，他是缺点吗？其实也不是，他是身体上的一些状况。你要么接受，就好好的爱他；你可以说你不接受，你诚实一点，让他去找那些真正心疼他、保护他、愿意和他在一起的男人。咱不耽误人家，你拖到30岁，你真的会和他结婚吗？你凭什么承担这样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女孩虽然有我刚才说的点点滴滴的问题，但是整件事情最大的责任在你。父母有父母的想法，我们不去论他对不对，因为他思考的角度是他的角度。现在就单纯的谈感情，你要么就好好的爱他，接受他的一切，要么就赶快今天在舞台上跟他说对不起，再见，不要拖，好不好？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谢谢泽源老师。姑娘住到男生家里面去借宿，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男生的不断的做工作、不断的劝说的情况下，不能只怪这个姑娘不矜持。就今天你在台上表现的咄咄逼人，无非就是其实你在为自己身体上面有一些问题感到一些自卑感，因为这些自卑感，所以你对自己有很强的保护欲，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你表现的还是太过于咄咄逼人。作为男生，我想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意味着，因为我娶了你，所以我要和你一起去面对我以前不用面对的事情，这是婚姻的本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更多人是不知道什么是不爱。我希望你们两个人想想，你们是否知道什么是不爱？或许你们两个其实已经在开始不爱了。为什么我提出这一点？因为你在退缩了，你认为你们将来婚姻和爱情里面有一些风险是你不愿意去承担的。我不是责怪你，你有这个权利，但是基于这一点，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内心在慢慢的不爱了？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觉得最大一个起因之一就是女孩不识趣儿啊。你明明你的身份并没有摆清楚，你就把自己先入为主的说，我应该是和你是一家人，所以我就会干涉到你们家族里的那些事情。你的不识趣儿，导致了对方家人的不认可。可能大家对这个病可能都有一定的认识，没那么严重。关键是他们不认可这孩子的做法，甚至于怕现在还没进门呢就管这管那，今后他们得打翻天啊！所以都是借口，病是借口，时间是借口。男生有什么就痛快说，真是到了后年再来后年，何必呢？是不是？为什么把所有的那些表面文章都做得那么极致？你在干什么呢？弄个备忘录这么清楚，但实际你做了多少次呢？很难说。20次去医院记得怎么这么清楚啊？你是想算什么账呢？有没有一笔账说我陪你干过什么，去过多少次医院，买过什么东西，有吗？不用写，都在心里。所以女孩，下次学聪明了，好不好？就别还什么都不明白呢，还什么都不懂呢，先奋不顾身的去了。谁把你当成自家人了？你不是。所以而且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面子呀。我住都住到人家去了，朋友都知道了，面子有那么重要吗？里子最重要啊。幸不幸福你们最清楚，有必要等到明年吗？没有。有必要等到后年吗？没有。就是现在，说出你们的真心话，不爱就分开，就这样。好，谢谢曲总。胡老师，我猜你心里的真心话之所以不想接，是因为近期以来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对你父母的态度，包括对你朋友的态度，包括对你的态度，你认为都不适合结婚，这是主要原因，而不是钱和孩子，对不对？对，我想他在。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不满意你现在的这些行为。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像是一个即将步入婚姻的状态，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为什么要扯到什么孩子呀、没钱呢？你为什么不说我现在甚至有点烦你的咄咄逼人了？如果你要是说了，或许你们的交流会让你得到像陆琪一样的感受。
就是这女生现在每一次防御性的那种状态，都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多囊卵巢并不是不可治愈，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状况。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你要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说实在话，我觉得他父母用了一道所谓的有孩子或者不给所谓的陪嫁作为一层所谓的妨碍，让你们知难而退。说白了，他就不喜欢你这个人。所以我建议你们俩还是好好的谈一谈，把心底那些话掏出来，把自己担心的都说出来，打开天窗说亮话。至于结婚这事儿，先想都别想。今年的确不适合结婚，后年也不适合。什么时候适合？是当你们心里面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恢复到了一个能够坦诚交流的状态，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这小子间有一句话说的其实挺地道的，但是这句话的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你们俩需要特别考虑的。特别简单，我说你怎么不领他的好心呢？这个男生说，也许是因为他的病导致，他是为他开脱了一句。他的核心是什么？男生对这个病在意，对这个人也在意，对父母的意见也在意。男生现在是最难，他不知道怎么选，就这是真逼到墙角的一个人。第一个条件，父母得同意；第二，从他内心来说，女生得怀孕；第三个，要象征性的给女生一些彩礼，因为能力没有那么大，他又希望这一个谈判的筹码，要给女生一些彩礼，不是一点都不给，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复合条件。当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他觉得可以结婚了。这个东西跟爱不爱，我觉得真的相差已经很远了。就进入到这个阶段，可能日子变得很现实，对吧？我说的对吧？好，说女生的问题，我首先认同女生不要随便的住到男生家里。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如果你去到一个人家，这个人家的父母，你男朋友家的这个父母说你可以在我家留宿的话，我希望你对这个家人的父母有一个新的看法和认知。这个家教是有问题的，异地去探望可以，好的家教是不太允许这个。我知道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有很多委屈，但是你也有很多的错误。你记住他说一开始是为什么喜欢你，我觉得他对小孩好，他善良。结果呢，他辞职了，这不就打脸吗？你为什么还跟他好啊？这是我们常说的，其实爱来的时候是冲动，你爱的那个找的都是理由，背后全都是冲动，你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仅此而已嘛。所以不爱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说服自己。因为3年的感情付出，大家都觉得付出了很多，其实在这3年里面，你们2个人彼此认识了自己的真实性格是什么，因为生病之后的性格是什么。对于未来的规划你已经有了。对于女生来说，为什么要跟父母达成和解呀？你不肯定想着我不和解，我过门日子也不好过呗，对吧？所以现在的结婚就变成了一场条件博弈了。当然了，话又说回来，有很多时候不就博弈出了结果吗？今天啊，我听老师的意见是，不勉强，没爱就不要在一起。我们因为爱而结婚，我们不因为条件达成而结婚，我们也不因为面子或其他的东西而结婚。你们谈的是爱和不爱，而不是娶和不娶，这是2件事儿，好吗？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在一起3年了，我也很努力的为你做了很多，我相信你也知道。虽然父母的不同意，我没有把握说服他们，但是我想说的是，就算没有孩子，我们俩也可以好好的过下去。我希望你再等我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沟通是有一些问题，没有相互理解。我觉得我们需要冷静一下，再考虑要不要结婚。但是婚姻是2个家庭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婚姻得不到你父母和朋友的祝福，我们会幸福下去吗？我真的不确定，我需要时间想一想。没什么好说的了，坦诚一些吧，啊，下去之后好好的再聊聊。谢谢2位请回。好，请关门，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发现你正在疼爱你，突然说起来。来吧来吧，什么时候结婚？听他的。姑娘什么时候结婚？明年。你这样你还真是结不了。你看小胖人家说是听他的，这是有标准答案的。你的标准答案基本应该是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你一点不变哪行啊？这不行。小胖有进步啊，坦诚交流，把话都说开。下去我们也不听了，你们自己都说了，哒啦哒啦吐出来，然后弄一计划表，好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来，我们见证水玉姬的恋人的浪漫时刻。